千年大妖现世，玄虚剑宗出手除妖，阵法全开，顷刻镇压作乱中妖术。不好意思，搞错了，刚刚那个不是我们宗门。别误会，这不是赶集，是日常。别人修仙清心寡欲，飞升得道；我们御兽宗修仙铲屎喂饭，鸡飞狗跳。宗主，今日10年一度节气大典，青鸾神鸟都到了，您该去镇场了。我不去，你去就够了。这班谁爱上谁上。御兽宗10年一度内门弟子节期大典正式开始。骆长营，你乃宗主亲传弟子，天资卓越，屡立奇功。这只青鸾便分发于你，望你早日驯服，扬我宗门雄威。多谢长老。滚！你们莫来老子！妈呀，这一嗓子给我号重生了！我去，这青鸾也太狂了，连洛师姐的面子都不给。为什么别人都是威风凛凛的灵兽，我却只能分到这只快死的小泥鳅？哎呀，是方尼斯妹妹，是我呀！你是在安慰我吗？青鸾怎么对小师妹这么亲切？洛师姐岂不是很尴尬？方银生，你刚入内门，根基不稳，就算线下青鸾对你感兴趣，以后你也绝无可能驾驭得了他，还不退下！长老息怒，弟子明白。师姐，我知道自己没资格和你竞争，只是我从小长于乡野，从没见过青鸾神鸟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好茶艺，又是这副委屈至极的嘴脸，装得像我欺负了你一样。行了，别为难他了。这青鸾既然看不上我，我也不强求。我看这小娇挺和我眼缘，咱们换换。这鸟给他，这条小泥鳅我要了。师姐，你疯了！师姐，你说什么？师姐，你能力强，这只黑蛟血统杂，你何必为了让这小师妹毁了自己的前途啊？我在师弟师妹们眼中的形象，居然如此伟岸吗？不过这臭鸟可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上一世玩鸟玩的命都没了，这一世且不陪你们玩鸟。我7岁那年，父母葬身妖兽爪下。小娃娃，你可还有家人？全被妖兽咬死了。那你愿不愿意随我回御兽宗？从今以后，我罩你，也教你保护别人。是师尊救下我，将我带回御兽宗，收为亲传弟子。我理应成为师弟师妹的表率。青鸾，我骆长营愿与你结契，日后同修同行。青鸾不认他，这可是上古血脉，脾气傲得很。长营，节气讲缘，他若不愿，不必勉强。长老，弟子想再试一次，所以前世节气的时候，这鸟给我甩脸子，我非但没撤，反而较上劲了。我以为他血统高贵，心高气傲是正常的，只要我对他好，早晚能忤逆。现在回看，纯纯被 CPU 了。为了养好他，我拼了命去接斩杀食人妖兽的委托，宗门配发的资源根本不够，我拿命去换天才地宝。整整10年，我用无数的灵丹妙药，终于助他突破兽身，幻化人形。我要百年紫苏去寻来。好，我明日就去。他从不肯与我多说一句废话，只在需要资源时，像主人吩咐奴仆一样差遣我。我安慰自己，他只是不善表达。青鸾哥哥，你看这朵桃花好看吗？好看，很配你。这谁能忍？家人们，我真破防了。师姐，你每次出任务，可别再委托小师妹替你照顾青鸾了。青鸾都快成她的了。我何时委托她照顾青鸾了？她自己没有灵兽吗？那只黑蛟吗？早死了。马上重新结期，她就能顺利把青鸾收了。我只是修仙，又不是真大佛。我开始疯狂针对方宁生，而我的所作所为彻底激怒了青鸾。你这毒妇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别怕，有我在。我眼睁睁看着他们远走高飞，看着御兽宗遭遇灭顶之灾，看着自己被妖兽撕成碎片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我做冤大头，青鸾何时能化成人形？方宁生又拿什么养他？长营，你可想好了？这黑蛟气若游丝，一旦结气，若是他死了，10年内你都无法再次结气。弟子心意已决，长营只愿与这小黑蛟结气。师姐，
你真的要把他换走吗？如果师姐实在喜欢，宁生愿意让给师姐。既然你愿意让，那这青鸾你就自己好好留着吧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便与他布阵结气吧。小东西，求生欲还挺强。哎呀，师姐和这黑蛟倒是有缘呢。虽然他快死了，但师姐这么厉害，一定能把他养活的吧？你说话当心闪了舌头。若不是洛师姐大度给你兜底，青鸾哪轮得到你？我要是你，这会儿直接给师姐跪下叫妈妈，居然还有脸在这说风凉话。师兄师姐，你们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只是关心洛师姐。得了吧，方宁生，你那点心思谁不知道？说了别说了，没看他又要哭了吗？哭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哭，玉兽宗的福气都要被他哭没了。傻子命康，你们这寡子！哟，这神鸟怎么跟没吃饱似的？青鸾，你别闹了！这怕是两世以来青鸾第一次吃笔，没事的，苦头嘛，吃着吃着就习惯了。其实灵兽的水平和劫气者有很大的关系，你也算是抱上大腿了。睡吧，以后跟着我，包你吃香喝辣。这里是我父母留下的住处，他们离世后，师尊不许旁人霸占，便一直留给了我。只有在这里，我才能完全卸下防备。太小了，看起来也就几10岁，刚成年吧。而且这模样和我熟知的蛟龙有些不同。蛟龙习水，尾巴如蛇，且没有角。可这小刀东西的尾巴怎么长得像鲛人？估计是蛟龙和鲛人的混种吧，难怪被人嫌弃。你这小东西倒是心大，你也不怕我为了去缔结更好的灵兽，在水里给你下毒？嘿，你这不知好歹的小东西，还敢朝我吐口水！行了，别闹了，老实在这里养着。前世那只吞金的青鸾我都养得起，何况你一条小泥鳅。这辈子我们相依为命吧。小黑蛟，灵泉水虽然好，但夜里山风凉，今晚你就跟我睡吧。乖乖睡吧。青鸾，我用10年心血供养你，已经破了禁制，害了整个御兽宗。又是这个梦，这不是梦，是切肤之痛。不对劲，有人。美男，我床上怎么会突然出现个极品美男？而且他居然能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同床共枕，此人的修为绝对在我之上。你是何人？这里可是御兽宗内门，我乃宗主亲传弟子，你最好不要乱来。金色蛇瞳，难道说小黑蛟？哎呦，你干嘛？真是没礼貌了，人家有名字，记好了，我叫玄九。等会儿，这哪来的口音？不是你居然1天就化形了？你这化形速度是仙丹了不成？怎么，很意外？之前我被仇家追杀，碰巧撞见你三师叔，就是那个到处捡破烂的老头，我便化身为黑蛟躲藏，期望他能救我一命。原来那重伤濒死都是装的。他能随意化形，说明至少是元婴期以上的大妖，能把他伤成那样的人，实力该有多恐怖！完球了，你仇家不会追上门来找我麻烦吧？别乱猜了，不过追杀一说，我其实也说不清。你先坐好，别靠这么近说这种吓人的话。什么世道啊！我好不容易才甩了青鸾那个无底洞烂摊子，结果又捡来一个麻烦精。原来我才是宗门里最会收破烂的那个。你跟我早就签下本命契约了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现在你是主人，我是你的侍从，所以主人要好好修炼哦。要是你的实力太差，可是会拖累我的。我尽力就是了。手往哪儿放呢？男女授受不亲，懂不懂？就算结了气，你也是公的，不许对主人动手动脚。主人，你别凶我好不好？我太冷了，我只是下意识贴着你取暖，这是我的本能而已，我没有坏心思的。编，你接着编。你一个能化形的大妖，还会怕冷？老实交代，你到底什么实力？昨天还一副要断气的死相，今天一睁眼就变成元婴期了。你该不会是什么夺舍的邪修吧？想什么呢？就你那点筑基期修为，本君要是真是邪修，你现在早就是一具尸体。筑基期怎么了？在年轻一代里，我好歹也是个天才，好不好？天才，主人的资质要不是遇到了本君，这辈子顶多止步于金丹。怎么样？你修的是水系，
本君在控水这一块可是你老祖宗级别的，想学吗？我教你啊。你真能教我？你不会有什么阴谋吧？我的阴谋不就是希望主人能快点变强，免得以后本君跟着你丢人吗？那就试试。先说好，不许公报私仇，不许弹我脑瓜风。那得看主人的表现了。玄九，你又弹我！玄九这只大妖确实有2把刷子，他教我的这套吸纳水中灵力的方法，与我的水系灵根简直是天作之合，连师尊都夸我近日修为一日冲天。真是个妖孽。洛师姐，你在里面吗？你来做什么？这个时辰应该是内门弟子们练功的时候，你跑到我这里做甚？洛师姐，这位公子是你认识的呀，节气那天的小黑蛟呀。小师妹，你当时不是还说过我和他很有缘分吗？原来是黑蛟化形了，师姐真是好福气。行了，别揣测了，你来到底有何故干？不说我就关门送客了。师姐，半年前节气大典，你抢走黑蛟，把青鸾丢给了我，你总不能现在撇得干干净净吧？什么叫我抢走黑蛟？明明是你自己不要的，有话直说，少来这套。青鸾可是神鸟，消耗的天材地药极多，我如今把全部丹药都给了他，自己难以修行，连同期进门的弟子都超越我了，我还停留在炼气期。所以呢，关我什么事？我觉得师姐应该对青鸾负责，她一直无法突破，对咱们御兽宗也是巨大损失。师姐，你从小生在宗门，就算为了宗门大义，你也应该和我一起供养青鸾，助她破境呀。别脏了你的手，我来。哎呀，师姐你干什么？小师妹，别把旁人都当傻子，让我把青鸾养出来，最后给你做嫁衣。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师姐，你怎能如此自私？你若养不起，便自行去执事堂解了与青鸾的契约，把宗门资源留给需要的人，别在这里对我进行道德绑架。给我爬！你还惦记着那只破鸟是不是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惦记他了？我刚才不是把方医生轰出去了吗？主人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绑养他那只破鸟，我就把它拔毛烤了喂狗。我养它干嘛？别的灵宠有我这么厉害吗？能像我这样化形吗？能像我这样教你吗？没有。所以你要是敢对别的灵宠好，你就死定了。长英，前几日为师寻到了一只好宝贝，但是现在遇到了一点点麻烦。好宝贝？什么好宝贝比我还好？不许去！师尊传唤肯定有正事。你这几天刚化形，修为不稳，乖乖在院子里泡灵泉巩固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洛长阳，你给我早点回来！不行，我后悔了，这小狐狸我不送了。秋莲长老，我们都到门口了。到门口怎么了？我现在转身就走，谁拦得住我？师尊说了，灵狐要交给四兽给照看，他们是专业的。专业？我不专业吗？我还能亏待了他？你看，他也舍不得我，他是饿了。小长英，你变坏了！长老，师尊为了这只灵狐，可是花了2件极品法器。哼，2件法器换来的狐狸，摸都不让我摸几天。两位前辈，灵狐可交给我了。等等，每日灵果不能少，灵泉水要新鲜的，施教的垫子要软，谁敢欺负他，我拆了你们四兽馆！是。长老，晚辈一定照办。您放心吧。你师尊就是个拔不出毛的铁公鸡。今日天气不错。装什么装？你明明听见了。没有。哼，跟你师尊一个德行。不过嘛，小长英，你家那只小黑蛟可真是够粘人的。自己看，我可不在这儿碍眼了。走了，粘人。玄九，你怎么站在这里？怎么看起来气呼呼的？谁惹你了？我平日里待你不好吗？你为什么要这般对我？我干嘛了？你在说什么？你要把我推给别人？我推给谁了？我每天除了修炼就是做任务，哪有功夫理别人？那个蠢女人，今日居然大摇大摆地寻到了院子里。她说是你嫌弃我了，托她来照顾我。玄九公子，师姐太忙了，特意嘱咐我来替她照料你呢。方宁深得了青鸾还不知足，居然又把主意打到玄九头上来了。你是不是后悔和我结契了？方宁深得了青鸾还不知足，居然又把主意打到玄九头上来了。你是不是后悔和我结契了？如今你升到了金丹期，觉得我没用了，就敢翻脸不认人，想把我一脚踢开。玄九，你先起开。狐狸的气息，你身上为何有别的野兽的味道？洛长英，
你这就找好新宠了？那是我师尊刚换来的九尾灵狐，我只是帮秋莲找到护送而已。没关系啊，等我今晚就去扒了那只狐狸的皮，把它生吞食剥了，你以后就只能有我一个。那只九尾狐可是师尊花了2件极品法器换来的，你敢动它，我真削了你！知道了，不动那狐狸就是了。洛长英进步太慢了，我构想的法力真是遭老罪了。你急什么？师尊都说我进度神速，我如今可是这年轻修士中的翘楚。翘楚也得去寻机缘，赶紧跟我走。笨手笨脚的，跟紧！你要是在这儿缺胳膊断腿，我还得跟着你受牵连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这不是有你吗？金丹中期，与前世不同，这一世有玄九相助去寻机缘，这些天材地宝全都实打实的砸在了我身上。10年了，总算没有白费。长阳，原来的驯兽堂主梦到了一段仙缘，前日已与师尊辞行了。如今这堂主的位置落在你身上，这担子可不轻啊。秋莲长老放心，长英明白，师尊已经到了渡劫期，我们这些长老破境又困难。若是弟子们成长速度同你一般，师尊也不用费力压着修为，可以安心渡劫了。我们本以为获得青鸾加持，宗门实力能更上一层，可直到今天，青鸾都没个破境化形的苗子。前段日子去探了下青鸾的底，本想大家凑一凑天材地宝助他破境，谁知差的太多了。是啊，简直是个无底洞。这我早有预感，咱们御兽宗相较剑宗药宗，本就算不上明大宗，一来训练耗时耗力，二来天材地宝人要用，兽也要用，根本存不住余粮，没人会来投奔。而且青鸾绝对不能破境。看那只破鸟干什么？既然这么忌惮它，找个机会偷偷做了不就行了？玄九，你不知道，前世御兽宗经历过灭顶之灾，青鸾他……长英，你嘴巴一张一合的嘟囑什么呢？什么灾？没什么，果然，青鸾这样的神鸟是受天道庇佑的。我想同师尊或玄九说起上辈子的事，就像被裹了屏障，他们什么都听不到。我若是私自不了解手杀了青鸾，无异于直接断了宗门的前程。我现在只能想办法死死看住他，压制他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毕竟，上一世的我根本没有活过这一年。灵气入体。先沉丹田，再走经脉，一守则气聚，神散则气散，气不顺，什么都白搭。算了，今日先到这儿，大家休息。我现在越发觉得，上一任堂主所谓梦到仙缘，根本就是胡诌的。他绝对就是受不了这帮倒霉孩子想撂挑子不干了。常言啊，看为师给你招的这些弟弟妹妹，多活泼，多可爱吧！求求了，师尊，您老人家快去安心渡劫吧，可千万别再给我添乱了。玄九，你一天天的又是干什么？别乱动，走，小爷带你去看个天大的热闹。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怪我，当初又不是我逼你来御兽宗的，还不是你说这御兽宗有利于修行。我哪晓得这个破地方连口饱饭都吃不上，你个憨包，休闲把脑壳修说碎了是不是？怪我了。要不是为了你，我早就在妖王宗安心炼丹了，何至于来这都比脸还干净的破御兽宗受这份窝囊气？现在倒好，我就算想去妖王宗，人家也只会当我是御兽真派去的偷师小贼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一直很疑惑青鸾为何非方银生不可，原来他们早就认识。哎呀，还去妖王宗炼丹？就你那个炸炉的水平，去当烧火丫头，人家都嫌你费柴火，老子跟着你，早晚被你毒死。你怪我没用，可你不知道御兽宗每月只能领那么丁点可怜的灵丹，难道我就知道吗？你这脑壳是用来凑身高的没？金主没钱不打听清楚福利，现在怪老子？我呸！本来执事长老都把你分给洛长云了，是你自己非要给他甩脸子，惹得人家直接不要你了。那我好歹是个神鸟，端一下架子怎么了嘛？
哪个晓得他脾气比我还大？人家可是宗主亲传弟子，要什么天才地包没有？你当初如果忍一忍跟着他，早就化形了，何至于现在跟我在这受苦？你莫在这放屁，也后悔得很。要是跟着罗长信，老子天天吃香的喝辣的，哪像现在天天跟着你吃糠咽菜，老子的羽毛都要掉光喽，造孽呀！前世助青鸾修行的冤大头，哪怕不是我，也会有别人。玉寿宗在他们眼里，不过是助青鸾破境的跳板罢了。也就是说，这里的所有人都不过是待宰的羔羊。所以，无论谁和青鸾缔结了契约，最后都是要死的。因为解除契约的方式只有2种，一种是主人主动解除，另一种就是生死道消。这场戏是不是很好看？哎，整个山头也没什么好玩的，你也就只能听听这些家长里短，打发时间了。看来我得抽点时间去接些下山的委托了，看把孩子给憋成什么样了。不过我很庆幸玄九经带我来偷窥，不然我会一直活在愧疚之中。青鸾、方宁生，这辈子你们也该还债了。哎呦，这不是那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神鸟吗？怎么跟着新主子连几颗像样的灵丹都吃不上，到现在还没化形呢？你身为灵兽，不陪着方宁生练功，跑到我这里来做什么？对呀，姐姐心疼我，才不让我跟着受苦。你又是因为什么不陪着自己主子呀？这黑蛟比我大几十岁，真不知道这声姐姐她是怎么叫出口的。玄九，你在哪儿学的这有的没的？我这一口上好的灵泉，别被你给泡成碧螺春了。我就是要让这只破鸟知道，我们的关系里没有他半点位置。啊？我们什么关系？这不是全听你的？那只破鸟气走了，你能不能别理他呀？我至少得知道他来做什么吧。这破鸟心黑着呢，我担心他出什么幺蛾子。哼，还能因为什么？他跟着那个穷酸师妹迟迟没法化形，后悔了，不想跟着他了呗。不对劲，这一世我已经彻底断了和他的联系。宗中那么多长老，手里都有天才地宝，他若真想换主化形，去找长老便是，完全没必要来找我。除非青鸾也重生了。青鸾果然来过这里，他真的重生了。后山封印着上古妖兽的事，只有少数人知道。前世因为我父母葬孙于此，我才将此事告诉了他。如果不是重生，他绝不可能找得到这里。可他来这里做什么？他现在跟着方银身，还没破境化形，这点修为根本解不开禁制放妖兽出来。看来这畜生是另有图谋，我得再盯他紧一些了。你听说了没？方银生和他那只神鸟青鸾闹掰了。长眼睛的都看出来了，一开始他领着青鸾多威风啊，现在呢，青鸾连他的房间都不进，在训练场更是抗拒指令，让他当众丢了好几次人。青鸾，我让你攻击前面的草人，听到没有？真是晦气！你们俩闹决堤摆到明面上，为什么非要扯上我？小长营啊，你仔细看看青鸾现在这副作态，像不像画本子里那种追妻火葬场的男主角？秋莲长老，您就别拿我寻开心了。你看，他一开始对你爱搭不理，嫌弃你，现在呢，知道你的好了，又眼巴巴的凑上来开始挽回。要我说啊，反正方家那小女娃也养不起青鸾，我可以去和她商议一下，回头宗门补给她一只能驾驭的灵兽，把青鸾过境给你算了。过继青鸾。哎呀，吓死人了，吓死人了！闭嘴吧，活爹！再拱火，我命都没了。婉拒了哈长老，抢夺同门灵兽这名声我可担不起，我不想上训诫堂，更何况我有玄九一个就够了。哼，唉，可惜了。但青鸾老这样缠着你，确实也不是个办法。一个和主人离心的灵兽，对我们御兽宗而言没有任何价值，反而生生拖累了我们一个弟子。方银生入宗10年了，都没能突破炼气期，再这么耗下去也是白搭。
长老们商议过了，决定让他带着青鸾下山去历练，也好过整日待在宗中闭门做工，受人闲话。我知道，这是师尊和长老们在变相的保护我。毕竟谁沾上抢夺同门灵兽的事，都会惹一身腥。长老们这是打算放弃培养青鸾了？谁让咱们宗门里出了你这么个宝贝疙瘩呢？看来宗门确实放弃青鸾了。这也多亏玄九战力强悍，展现出了足够的价值，宗门自然会偏向我。这也好，他们下山能给我留出10多年的喘息时间，足够我去彻底加固后山封印，绝不让青鸾再次危及宗门。长老们，我不要下山历练。我以前做散修时受尽了苦楚，好不容易才有了宗门庇护，我不想再出去风餐露宿了。这肯定是洛长英出的主意，对不对？他就是想赶我下山。等我在外面出了意外，他就好名正言顺的占有青鸾。洛师姐想要清欢，直说便是。我做师妹的，岂有不答应的道理？只是给了师姐青鸾，那师姐是不是要把玄九给我？混种黑蛟换纯血神鸟，说起来还是师姐赚了呢。那个谁？啊？哦，方银生小弟子啊，你好好带青鸾，这个馊主意我们就婉拒了哈。长英堂主，这馆里饲养的都是无主或者野性未退的灵兽。我昨日离开前明明用术法加固了大门，但凡有些风吹草动，我都能察觉到。可昨天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，2只灵兔和1匹独角马就这么凭空蒸发了。不是妖兽干的，这里根本没有他们的气息。这细兽馆依山而造，山体设有强大的禁制，在这里遁地符和穿山术都没有作用，只有携带宗门印记之人可以进出。能不知觉偷走3只灵兽的，必是对御兽宗非常了解之人，又或是这偷兽贼就是御兽宗的人。小宝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哦！那边那个黑蛟哥哥只是长得凶，又不会吃了你。馆主，你说灵兽会自相残杀吗？你在说什么可怕的东西？灵兽可是开了灵智的，怎么可能做这种可怕的事情？哦呦呦，咱们小宝吓到了呀！咱们不听哦，长英姐姐在讲鬼故事呢。人都会同类相残，灵兽亦如此。我对您听说过一门灵兽邪修的功法，你想听吗？野生灵兽可没什么灵丹妙药吃，他们想要修行，最好的补品就是其他灵兽的手段。10年前，我就差点死在这样一个邪修灵兽的手里。竟有这种事！被剥丹的灵兽境界越高，邪修灵兽的修行速度越快。这灵兽既然尝过了甜头，就一定会再来。守了一夜安分无事，也不一定是灵兽干的。馆主，你先好好休息，今晚我们再来守。堂主，不好了，有山我出事了！有血腥气。你们昨夜在石兽馆守着，可有情况？一夜安稳。你们猜的应是对的。我刚刚查验过，那只三尾狸确实被人取走了兽丹，甚至来不及发出一丝动静就被一击毙命。还是它主人察觉到契约断了，赶紧出来寻，可惜还是晚了。别看了，就是他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见过邪修灵兽，这只鸟身上的气息
和他们一模一样。此事非同小可，但捉贼拿赃没有确凿证据前，你们切不可打草惊蛇。你们且在暗中死死盯着，再做定夺。师尊，您把您自己名下所有的灵兽全都圈在这个屋里，您不闷吗？不闷，我的灵兽就是喜欢和我在一起。哦，您刚领回来的赤火犬方便在屋里了。你，长生啊，你赶紧把为师打扫一下。做梦呢，老头儿。秋莲长老，幽山卧灵兽惨死的事绝非偶然。这几日您细看那青鸾的吐纳状态，是不是和以前大不一样了？你以为只有你看出来了？我们这些老家伙修炼的时间比你长，境界也比你高，就算你不点破，我们也早就察觉到了。这青鸾身上的灵气变动，比起之前，长得实在太蹊跷了。灵兽死在宗中绝不是小事，如今长老和堂主们都已经暗暗将目光盯紧了青鸾，只要他再有动作，必能将他拿下。哎，你听说了没？幽山卧那事儿，就是2年前被掏了寿丹的那个，听说到了半夜还能听见野兽凄厉的哭声呢。嗨，都过去2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了，这就个宗门怪谈，哪有什么哭声，自己吓自己罢了。2年了，当年的灵兽失踪之事，渐渐的被大家当成了怪谈。可这2年，青鸾却安分的可怕，没有任何动静，宗中也再没失踪任何灵兽。可我心头总萦绕着一丝不安，抓不到青鸾手表的日子，让我自觉根本无颜面对3尾离的主人。师尊，长心斗胆，恳请师尊下令将青鸾拘禁起来，严加审问，不能再由着他在宗门里潜伏下去了。长英，你以为我们不知道青鸾不对劲吗？既然知道，那为何？但是常言，证据呢？你如何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同宗门上下那么多弟子们解释？青鸾乃是上古神鸟血脉，无辜激进宗中灵兽，难以服众啊！众不服，这御兽宗的心就散了。不对，玄九呢？像是在邀请我，找到我，就把玄九还给你。怎么会在后山禁制那里？这死鸟又想干什么？青鸾什么时候破境了？原来是这样，青鸾反噬伤主，这才引来了天道雷劫。他是疯了不成？一趟雷罚下来，他这条命都要交代在这里，再高的修为又有什么用？玄九，回来，离他远一点！你故意死左？什么故意？是你心黑！
吃了自己主人的灵根还不够，还要来招惹我主人。要不是我发现你在屋外头鬼鬼祟祟，一路追过来，怕不是我主人也要遭了你这畜生的毒手。苍云，你也重生了对吧？你到底想怎样？让我来猜猜，你重生在什么时候？苍鹰，节气来人你就重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才不要我。谁给你的底气不要我？是这只黑蛟吗？长鹰，你等我！我现在就把这后山的妖兽全都放出来，让这里毁于一旦。我们再重来一次，下一次我绝对不会再给这只黑猫任何机会了。你少在这里装什么情深意重！前世你与方霓生狼狈为奸，谋划10年，把整个玉兽宗当做你们向上爬的跳板，害死我满门。这辈子我主动给你机会，让你方霓生并肩，你却反过来声波他的灵根，以此来助自己突破。天道有眼，今日我定叫你魂灭于这滚滚天雷之下。来不及了，我只差最后一步。苍鹰，你想办法拦住妖兽潮，为师想办法重新封印他们。苍鹰，你挡不住嘞，再随我过一次吧，我保证下辈子我一定会一心一对你嘞。又是这个梦魇，逃不掉的吗？想带着常元一起死，我还没同意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是啊，我有玄酒，这一世我再也不是那个孤立无援、任人宰割的骆长英了。这一世我不再是一人而战。每只灵兽都有自己的特性，御兽师须得配合灵兽进修术法。蛟龙善战，御兽师就要学防御术；灵狐媚人，御兽师就要精通阵法；青鸾神速，御兽师就要四海通达。青鸾，你这种自私自利的弑主祸兽，永远都不会懂。灵兽和主人不仅是主仆关系，更是可以彼此交付后背的伙伴。不对，这不对，你必须死！苍鹰，我们得一起死！再也不见。天降雷罚，受罚者不入轮回，这是真正的生死道消。青鸾，你永远都不会有来生了。这阴冷的气息真棘手啊！后山这些妖兽实力强劲，难以杀死，只能封印。尤其里面那条烛龙，前任宗主以身殉阵，才勉强将他困住。如今他沉睡100年，解封出来，怕不是要踏平我们御兽宗。青鸾解决了，我刚才表现的那么好，有什么奖励没？里面是什么？烛龙。你在外面等我，我必须进去一趟。我跟你一起去。长英，里面很危险。我知道啊，前世我就死在这里，眼睁睁看着青鸾护着方霓生安然离开，任由我被妖兽撕扯吞食。所以这一次，我也绝对不会抛下你不管的。哇塞，
谁这么猛，直接进去了？老糊涂，那是你徒弟。哎呦，我徒弟真猛！这跟直达地狱模式有什么区别？你这么急浩浩的进来，到底想找什么？烛龙，怪我，都怪我什么都没问清楚就跟着你来这送死。长英，我在近林中闻到了我母亲的气息。玄九，糟了，这地方魔气太重，一直在冲撞我的经脉，我快压不住破境的势头了。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，在这里破境？别说是天雷劫了，光是这满林的魔气勾起心魔，就能把你吞了。怪我，都怪我太想见他一面了，根本不该带你进来涉险的。玄九，是他吗？不开玩笑，玄九，无命休矣。面对这种级别的上古龙族，留给我的选项估计只剩下被咬的7、8岁的死了。我活了2世，以前听人吹捧神族有移山填海之力，却从未亲眼见过。看来青鸾那点神鸟血脉，与传说中的神族真身相比，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刚出生的幼崽。玄九，我动不了了，这就是4肢百骸对绝对强者的恐惧吗？母亲，别伤他！是我是小九。小九杀了我！母亲，我做不到。好孩子，你来。烛龙已经被魔气彻底侵染，没救了。现在捏碎灵丹让他解脱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可这是玄九的母亲啊，我怎么下得去手？要破境了，灵力横冲直撞，我必须尽快做决定。再见，母亲。终可安眠。玄九，人家金丹渡元婴，声势也是这么宏大的吗？他看起来就是想劈死你。玄九，我好像完蛋了。怕什么？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。我带你进来的，今天就是拼了这条命，我也会送你出去。这是母亲残余灵气化成的护体。这雷劫怎么像小孩子闹脾气一般？劈不到我，总觉得得劈点东西再回去吧。因我和玄九在禁林里头这么一闹腾，倒是阴差阳错，给了师尊他们充足的时间，将禁忌彻底加固。哎呀，我那师侄长青啊，厉害得很，一人一龙独闯禁林，晓得不？哦呦呦，那场面，他不光度化了上古雏龙，还在里上顶着兽潮渡了个劫，牛吧？他才50岁，你们宗门有没有50岁的元婴期大修士啊？哎，关什么门啊？心眼真小。门口的药渣你们还要不要的啦？不要我可拿走了。不出1月，整个修仙界都知道了玉兽宗出了个天才修士，这还得亏了我那到处捡破烂的3师叔，四处走街查串巷的替我做宣传。长阳啊，见你年纪轻轻就结成元婴，为师就彻底安心了。我们几个老家伙商量过了，都觉得你非常适合当宗主。等为师去渡劫后，就由你来领着咱们玉兽宗走向光明的未来。老头儿，别说的那么冠冕堂皇，你早就想撂挑子不干了吧？哎呀，我这徒弟啊，心眼好，就是一根筋。玄九啊，有他是你的福气。今日我便封你为细兽馆大将军，可统领馆中所有灵兽，玉兽宗的未来就全靠你们俩了。师尊的渡劫和你的破境劫果真不同。据说500年来，整个修仙界只有玄虚剑宗飞升了一位仙人，没想到这老头子这9死1生的劫，还真让他给扛过去了。过了此劫，他可就飞升仙界，与天地同寿。是啊，这下整个修仙界又要传疯了，玉兽宗竟然出了位仙人。不过，哎，那只鹿别往边上跑，排好队。哎，小龟跟上，快进去，快进去。玄九，我今日才算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真正的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看来咱们玉兽宗的未来可真是光明啊！唐英啊，师叔又给你带回来几只小可怜，你看着给安排一下。3师叔，
师尊非洲后来投奔咱们御兽宗的散修暴涨就算了，您现在连破烂都不捡了，每天就去山坟处捡这些流浪灵兽回来，这4兽馆都快塞不下了。师叔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我总算知道为什么当初长老们没一个愿意接手宗主这个位置了。我的管理工作简直面临史无前期的挑战。堂主息怒，何以修身养德，吾日三骂吾师。老头儿，你坑我！今日宗中接到了不少报仇凶厚的委托，这就是雇主送来的其中一件报酬，可窥前世的窥视镜。前世？我倒是很好奇，我的前世会出现什么？这是我死后的景象。是你的骨头，前世你死前已经和方尼恩结契，烛龙从你的尸骨上嗅到了方尼恩的气息，他发狂了。师尊，大家全都没了。长影，别怕，那都是前世的事了。看到他们前世的惨状，觉得痛快吗？意外的是，我并没有什么大仇得报的痛快感，我只是庆幸这一世我重生的时间够早，庆幸老天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，让我能保住宗门，也保住了你。我们都有了最好的结局。